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越南河粉，哦，是简易版的越南河粉。那基本上简易版的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今天像这样子把它这个，比如说是应该用牛骨汤，我们把牛骨拿掉，我们直接用这个牛的腱子肉去熬这个汤，放点萝卜，它的甜度就够了。哦，那另外一种简易版就直接去巷口买，这样比较方便，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编说一定要，对不对？要做越南河粉，因为很麻烦的，对不对？我们基本上要做一个越南河粉，如果说你没有用压力锅的情况之下，照理说啦是不建议用压力锅啦。为什么？因为压力锅所煮出来的汤不够清澈，不够透明。越南河粉它基本上是要透明的，那你用这个压力锅去煮的话，它的透明度就没有那么好。哦，那为了省时间，又是简易版，哦，只要好吃这样就好了。那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今天这边是桂皮，哦，豆蔻、香菜籽。然后八角、丁香、小茴香，哦，这是我们今天要放进去的香料。但是比较简易的话，你可以去买外面的卤包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在家里面要做的话，今天这一集可能是做到你们家附近没有什么越南河粉的店的人是需要的。那丁香大概是我这边大概放在10颗左右啦，丁香也不要太多啊，丁香太多吃得像牙膏啊，哦。因为牙膏会很重，哦，然后桂皮，对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对啊，它有一种牙膏就是有丁香味，对不对？桂皮小小的这样，大概1公分大小的话，我这边大概放个3个左右就好，不要太浓哦。然后小茴香呢，这边大概就1大匙，然后豆蔻放1颗，香菜籽大概1小茶匙，八角1颗。哦，差不多就这样，也不要放太多。那这就是我们的卤包。基本上外面卖的卤包也8、9不离10。那当然就是你自己选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我的分量，哦，那你也可以选择你要的分量，不见得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哦，那但这些就是一般我们在做任何的，比如说卤牛肉啦、卤鸡肉啦，可能就是稍微分量上的不同。跟有一些好比说鸡肉就建议桂皮就少放，八角少放。哦，一点点半颗啊什么之类的。好，先煎牛肉。把它切开的原因是它比较快熟啦，因为我们待会会把这个牛腱子跟萝卜一起下去。如果你整条下去，你可能哪怕是在压力锅，可能都要花个大概40分到50分钟跑不掉，那时候的萝卜就会太软了。那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不见得会有萝卜。你去吃那个越南河粉，基本上里面没什么放萝卜。那放萝卜只是我们台湾人喜欢它那个香味，跟甜味。那在做越南河粉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如果是在越南，他可能会买什么？可能用那个白甘蔗来取代糖。哦，他就会把。甚至它有的甘蔗，好比在河内那边有一些的越南河粉，它还会把这个甘蔗拍扁之后还下去烤，烤到那个焦糖香出来之后再放进去熬汤，这也是另外一种做法，不一样。那我也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出国去温哥华，那个时候的越南河粉在温哥华我们是非常常吃的，所以那时候就喜欢吃越南河粉，而且我们那时候我就没记错的话，当然我才20几岁啦。哦，那时候就是我每次打电动玩具都在赌的都越南河粉。对，我记得有一次我朋友喝醉了，我那一天晚上大概赢了他6碗，隔天他不认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而且我们都还没有叫越南河粉，我们叫大碗公啊，因为它真的很大碗。好，把肉放进来压力锅。哦，那香料也不用特别炒啊，就把它放进来。然后萝卜。我这边放了1根萝卜，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跟萝卜煮起来会非常好吃。哦，那你越南河粉到时候没有放萝卜，但你可以萝卜拿出来自己挑着吃。好，姜的话呢，我们现在用普通的姜，有时候它会用南姜啊，不一定。哦，但我这边就用一般的姜，甚至有的在越南的越南河粉，它的姜都还要下去烤。哦，那个香气也不一样。大概一段，大概这么大一段。哦，10公分左右。然后洋葱，哦，不要它整个化掉。所以我就整颗把它丢进来，蒜球整颗丢进来。哦，如果眼尖的朋友，你会发现像什么？做法像什么？
嗯，清汤。嗯，像什么？没有人理我。嗯？提示。再多点提示哦。什么？倒抽一个什么？聪明。哇！我打死没有想过他是第一个打出来的。然后现在把水放进来。那接下来这些都放进去之后，葱不要忘记啊，葱也不用麻烦，这个地方洗干净了，连根你就把它折这样，哦，因为这些待会你去吃越南河粉都不会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要把它挑出来的。好，就把它放进来。那葱呢，也是有人会把葱下去烤。啊，其实说真的，就是只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锅好吃，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配博哦。也希望你可以，比如说看到我们的这个 YouTube。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的配博是什么哦。好，那现在接下来就大概40分钟左右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要组装河粉了，葱跟香菜都要哦。那河粉里面对我来说，它的那个丰富度是我很喜欢的，好比说里面会有葱啊，会有香菜，会有九层塔啊，然后豆芽菜啊，每次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好吃。那刚刚的河粉我们已经泡了大概30分钟，米线啦，泡了30分钟，所以待会的时候就稍微煮一煮软的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洋葱也要有一点，越薄越好。然后逆纹切，这是待会在里面要放进去的。好，接下来就是香菜。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东西你是不吃的，那你就不要加。那或者是你可以找到替代品，也可以哦。那不然你就不用特别。很多人说哈，又是香菜啊，你可以不加香菜啊，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只是要做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道菜，这道菜里面是有香菜的，我们就会放。哦，那当然你不吃香菜，你可以决定不要放，没有问题。好，那这边是我们刚刚熬的汤。哦，就很明显的，你可以先试试看味道，因为我们还没有调味。那这些卤包这些东西，你可以选择就拿掉。我们拿一个碗把它拿掉。这个是浓缩的，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到它的汤色比较重一点，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压力锅所做出来的，所以它颜色没有那么透亮啊，但并不代表它不好吃。鱼露可以先放进来，鱼露可以提味。哦，然后再来就是盐巴，鱼露也不要过多了，不然会吃起来反正有点怪。哦，有了，甜味可以再补一点，因为一般他们是有放那个甘蔗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做的有一点再类似一点，可能你可以放糖放2砂。好，接下来就是煮这个河粉，我们是用米线啦。好，那当然你用河粉，当然也是一样煮法。它很快，因为我们已经泡了30分钟了。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越南，他们吃豆芽菜几乎是生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但我们真的不习惯，然后我们一般会请他帮我们稍微煮一下，哦，那稍微穿一下就好了。对啊，放上来，那刚刚切的这个葱啊，跟这个洋葱就把它放进来，还有香菜，然后九层塔拨一点进来，然后你现在肉拿起来铺在上面。我甚至在澳门啊，不是澳洲啊，还吃过他用那个汤啊，就是牛血，然后直接汤冲进去，直接喝那个牛血，好不好喝？好喝，但喝之前呢，吓死我了，
好，就这样，我们今天算大气，给的多。好，然后把柠檬放进来。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简易版的越南河粉。接下来就是认真的吃这碗面了。如果说你今天用牛骨下去，慢慢去熬出来，我必须说，那个的汤牛肉会非常非常重，而且足。但如果说你没有，它有2个甜度的来源，一个是刚刚在里面的腱子，哦，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冲进去生牛肉热进去它的那个甜味，其实也算足够了。记住，你如果下次也要吃火锅，去买3碗越南面，那个河粉不要放进去，用那个汤头来涮牛肉，我跟你讲，它就非常好吃了。哦，大家试试看啊！